大家好，我是阿斐，欢迎来到我的神话寻踪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试着用考古数据、分子人类学，还有图腾符号，以及一些神话传说呢，去交叉对比，去推演那些被掩盖的历史脉络。东夷究竟是谁呢？在大禹伐三苗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出兵相助呢？那这一集我们就来一一解密。那上一集我提到9000年前的中原贾湖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来到东南沿海的福建潭石山遗址。那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地方呢，却串起了一个庞大的史前族群。那后世呢给过它很多名字，比如在炎黄大战的时候呢，它被称为蚩尤；在尧舜禹时代呢，它又被称为各种怪兽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决定用一个商代以后大家更为熟悉的一个称呼——东夷。7500年前呢，随着气候的巨变，贾湖文明呢黯然落幕。那整个黄河跟长江中下游呢，都一度的被大水吞噬。那然而呢，大自然是残酷的，也是慷慨的。1500年后呢，洪水退去，为东亚先民留下了肥沃、平坦，还有富含腐殖质的冲积平原。那这场大自然的馈赠呢，让北方仰韶的树树，还有南方的水稻，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扩张。而在山东的海带地区呢，大汶口文化也在悄然的崛起。他们不仅延续了本土的北星文化，而且还传承了贾湖的龟甲占卜。那大汶口呢，历来是被考古学家认为呢是最接近东夷的史前部族。那史学大家傅斯年先生呢，在他的《夷夏东西说》里面提到，凡在殷商西周以前，或与殷商西周同时，所有在今山东全省境中，还有在河南之东部、江苏之北部、安徽之东北角，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，并跨海而包括辽东、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，其中不是一个民族。见于经典者，有大号、少号、有己、有穷、徐方诸部，风、寅、衍诸姓，全叫做夷。那《后汉书》呢也记载了夷有9种：犬夷、鱼夷、方夷、黄夷、白夷、赤夷、玄夷、风夷、阳夷。那无论是傅斯年的推演呢，还是古书的记载，或是考古证据，那都指向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大汶口所处的海带地区呢，是一个开放的多族群的聚落。那么大汶口的东夷和几千公里外的福建潭石山到底有什么关联呢？那我们来对比一下，在5000多年前的大汶口交加遗址，还有和4000多年前的福建潭石山遗址。小孩子成年的时候，父母就要给他拔掉一颗犬齿，就门牙旁边的一颗牙齿。从他的那个下颌骨脱落了，而且在他的下门齿中部呢，留有一些早年拔牙的痕迹，就是说他也是拔过牙的。这是一具小孩的遗骨，大概是2到3岁的小孩。那这两个地方呢，考古学家都发现了惊人的同步。那他们都出土了被人工拔除牙齿的骸骨，他们的墓葬里呢，还出土了狗的殉葬。另外呢，潭石山还出土了大汶口风格的鸟形陶龟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特征。大汶口呢，还有一个标志性特征，也就是人工整骨变形。那虽然潭石山没有出土这一类型的头骨，不过呢，在南方似乎一直在延续的这种审美。所谓人工的整骨变形呢，其实就是从婴儿时期开始，用夹板固定住后脑，然后后脑勺就跟刀切的一样平整，然后人为的引导颅腔向上，然后向两侧扩张，最后呢，整个头骨就变得又扁又高。那他们的做法呢，就是和南美印加帝国的贵族一样。那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家里人睡扁头啊？我们就是不用夹板夹，就是睡硬木板，硬生生的把那个头呢睡扁，所以我的头呢也就是一个扁头。可见呢，在南方呢，我们的长辈依旧是在承袭着这种古老的审美，而且认为这是一种美的象征。那在几千年后的日本鹿儿岛呢，考古学家呢也在这里的广田遗址，同样也挖掘出了这种人工压扁的头骨。那在遥远的南太平洋的南岛语族呢，瓦努阿图也一直保留着这样的习俗。那这就意味着跨越了1000年、相隔万里的时空里面呢，东夷族群的审美标准呢，从大汶口覆盖到了东南沿海，还有一直辐射到了太平洋，并且延续至今。
我们再来看一下古 DNA 的测序数据。那大汶口交加遗址中呢，那个身高1.9米的统治者呢，他的父系 Y 染色体显示呢，他们是 N 系人群。滩石山的主体基因呢，则是纯粹的南方沿海基因 OEA， 也就是 OM119。那没错啊，这正是南岛语族跟良渚人的主体基因。他们的父系基因呢，既然是截然不同，难道是我们搞错了吗？不是的，其实在基因库的最深处呢，那还隐藏着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细节，也就是在南岛语族的血液里面呢，还保留着一个特殊的 O2A2B2N6 家族支系。而这个基因的起源地呢，正是北方的沿海。那大概是在5500年前呢，他们经历了成功的人口扩张，沿着东部的海岸线呢一路南下，由浙江、福建最终进入了台湾。那再看一看在大汶口的附加遗址的基因报告，那这里还检测出了高频的 Y 染色体 NM231，这跟辽东半岛的红山文化玉器的缔造者的基因呢是同源的。另外呢，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呢，有向西扩张的迹象，开始出现了许多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彩陶。那结合前面的专家推论呢，还有考古证据，还有风俗习惯，还有 DNA 证据，确实全方面的证明了史前的海带地区呢，它不是一个封闭的部落，它是一个连接南北西的超级十字路口。距今6000到4000年间呢，各个部族呢在这里风云际会，有崇拜玉石的红山 N 系人群，有身材高大的中原 O2 人群，还有沿海一带擅长航海的良渚 OEA 人群。那这是一场史诗级的大融合，而且以海带地区为中心呢，不断的向四周扩散。早齿拔牙、整骨变形，还有身材高大。另外呢，大汶口文化呢还有独特的口含石球的习俗。这些出土的贵族头骨当中呢，嘴里都还塞着石球。那有学者呢是推测呢，他们是长期的把这种石球呢置于双颊当中，那这样就可以造成颌骨的外扩，那让脸庞看起来更加的大。那和现在的小脸审美呢，简直就是完全是相反的。那这一系列怪异的审美标准呢，还有这种残酷的肉体改造啊，这让我联想到《山海经》里面36国的描述。36国里面的怪力乱神，会不会就是描述的是东夷各个部族的人群呢？那因为直到近代呢，我们仿佛都能看到在东南亚的海岛上呢，有他们的身影。淮南子自西南至东南方，节凶民、禹民、欢头国民、裸国民、三苗民、焦谷民、不死民、川休民、反舌民、史会民、早齿民、三头民、修毕民。自东南至东北方，有大人国、君子国、黑齿国、玄古国、毛民、劳民。那些拔牙的贵族呢，或许就是《山海经》中的早齿民。那些嚼槟榔用植物染黑齿的呢，则是来自黑齿国。身材高大，经常在海岛上枯木为舟，专门制作舟船的，则是大人国的人。裸露上身、纹身断发的，则是裸国民。那些掌握了微米及玉器穿孔技术，为酋长制作玉钺的顶级工匠，可能就会被神话夸张为胸口有洞的川休民。那这里呢，还有母系社会的男性入赘的风俗。那比如前面提到的附加遗址啊，女性的线粒体 DNA 呢是极度的单一，而男性呢却是来自四面八方。那这里或许就是女儿国。还有那些头戴羽冠、嘴里含着石球，导致面部外扩状如鸟嘴的人呢，会不会就是禹民或者欢头国民呢？而位于会稽东部的犬风国，那个崇拜神犬图腾的神秘国度，不正是以盘湖神犬为祖先的畲族先民在史前东南沿海建立的古国吗？那《山海经》呢，或许正是用神话的滤镜，在悄悄地记录着东夷的每个古国。那既然这张以海带为中心的大网已经覆盖了整个东南沿海，而且已经向南太平洋扩散，那么他们会就此止步吗？并没有。
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呢，在江西的诸卫城遗址，我看到了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跟下游良渚文化的交融。那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石家河。那他们为什么要筑起这么高的城墙呢？其实应该是受到了外敌的入侵，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。那这时候，相传呢，这里是蚩尤带领的九黎部落。皇帝开始一直从中原跟大战了蚩尤，蚩尤节节败退，带领着他的九黎部落一直撤到鄱阳湖一带，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三苗国。所以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三苗国的遗址。那么从尧舜禹开始，3代就一直在征讨三苗国。那他们建的这个城墙，那是不是就是要抵御尧舜禹的大军呢？你看，这是一个斜坡，从内它是一个坡度很大的土堆，那这样它这个城墙它其实是不容易推倒的。那么在外看起来，它是几乎是垂直于地面90度的一个很高的城墙，那可以震慑到敌人，敌人也是没有办法逾越的。那他们的这个城墙还是混有了很多陶器碎片，就是相当于现在混凝土，他们其实已经有了这种建筑技术，已经不再是很单纯的那种单纯的用土堆去堆砌，而是知道用混合泥土来去堆砌的话，可以让这个城墙越来越坚固。那宽阔的夯土城墙，还有精妙的水门设计，甚至还有东南沿海和大汶口专属的造船工具有段石奔，大汶口风格的鸟形陶龟。那更有趣的是呢，诸卫城的当地居民呢，他们也保留了一种跳跃城墙的习俗。那这就让我想到了前几集我在《皇帝的噩梦》中提到的印尼尼亚斯的跳石。那他们虽然不像这个南岛语族的这种成年礼习俗，但是它就像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睡扁头一样，它更像是一种深深的刻入到我们基因里的祖先记忆。那当我们把视野拉高啊，东夷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山东半岛了，它是从北方的海带起步，然后经过江浙的良渚，然后再向南延伸至福建的坛石山，然后再向西逆长江而上，辐射到了长江中游。那大汶口、良渚还有屈家岭呢，这3个超级文明呢，就构成了古国时代的三足鼎立。而在其中呢，大汶口跟良渚呢所筑起的这个庞大沿海同盟呢，才是一个完整的大东夷概念。或许呢，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传说中的虞朝。这似乎呢，也正好印证了神话学家肖斌先生的推论。东夷文化发祥于渤海湾两岸，广布于松花江、辽河流域到长江下游、杭州湾一线。其延展区或辐射带北可达库页岛、阿留申群岛地区，西可至燕赵和黄河中游，东远及日本海沿岸，南直通台湾海峡和某些南太平洋岛屿，以及所谓百越文化区的大部及其扩延。殷商文化呢，则是它最繁荣、最先进和最直接的一支。距今4000年前呢，气候急剧恶化，北方的大鱼部族呢开始大规模的南下。那在福建坛石山呢，最后一批的大东夷子民呢，也就是南岛语族的祖先，乘坐着独木舟呢，驶向了浩瀚的太平洋，再也没有回来。2000多年后的《三国志》中呢，记载了当年的孙权呢，因为兵力短缺，派将军魏温还有诸葛直呢，率甲士万人浮海寻找传说中的夷州。最后呢，他们还真的是带回来几千原住民啊。这些夷州呢，也就是现在的台湾。那里的原住民呢，很可能就是当年没有走远的东夷后裔。那如果这个推演成立的话呢，太平洋的岛屿上呢，一定还保留着东夷的密码。果然，还记得我前面提到的《山海经》里的早齿铭吗？代表东夷族群认可的古老成人礼呢，早齿并没有在内陆的战火当中呢彻底断绝。那直到近代呢，在台湾的原住民当中啊，比如邹族、泰雅族、布农族，甚至在印尼的达雅克族当中呢，依然被严格的保留着。而在原住民的神话当中呢，我们仿佛也看到了东夷文明最后的倒影。我们耳熟能详的后羿射日和台湾原住民苗族、彝族等的神话当中呢，都有着共同的母题，
天上有好几个太阳，英雄要消灭多余的太阳。淮南子呢记载了这场射日行动的名单。逮至尧之时，10日并出，交禾稼，杀草木，而民无所食。鸭鱼、早齿、九鹰、大风、风息、修蛇皆为民害。尧乃使羿诛早齿于筹华之野，杀九鹰于凶水之上，着大风于青丘之泽。上射10日而下杀亚鱼，断修蛇于洞庭，擒风息于桑林。那这可能并不是神话啊，东夷又被称为九夷，所以他们就是以太阳为图腾的一个庞大部族。所谓10日并出呢，射杀掉9个，隐喻的呢极有可能就是部族之间频繁的兼并战争。大羿射杀的正是那些头戴羽冠、以太阳为图腾的东夷首领。这在我前面几集《黄帝噩梦》里面提到的尼雅斯人的传说呢，也是如出一辙。感兴趣的观众呢，可以回看我那《黄帝的噩梦》那一集。同样在《山海经》里呢，也补充了细节。羿于早齿呢，战于寿华之野，羿射杀之，在昆仑虚东。羿持弓矢，早齿迟钝，早齿一人也，齿如凿。那这两段内容呢，交叉印证了在尧舜禹时代呢，来自黄土高原的欧俄势力呢，确实对大东夷文化圈呢发动了持续的征伐。那除了射日呢，还有食生人的传说。阿美族的食生人的古老传说呢，跟大禹的儿子夏启从石头中诞生的故事呢，形成了奇妙的共鸣。阿美族人的祖先，也就是一男一女呢，也是从石头钟里面诞生的，然后他们就在大地上开始繁衍后代。那今天静静伫立在浙江会稽山大禹陵前的匾石呢，还有跟台湾卑南遗址上的月形石柱呢，或许就是东夷部族共享的一个史前记忆。那关于这个夏启出生背后的故事呢，也可以回看我前几集大禹的底牌。拔牙、颅骨改造，还有面颊的变形，从残酷的肉体习俗呢，到冰冷的基因数据，从神话的政治隐喻呢，再到地下的考古实证，那这一切呢，都交叉印证了大东夷的存在。台湾的原住民和现今部分的少数民族的世界呢，就像一个时空胶囊，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东夷凝固成了今天的模样。那通过他们呢，我们仿佛就能回看到几千年前的那片海岸。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呢，大东夷先民称自己为人类的起源，以鸟、以蛇、以自然万物为图腾。然而历史呢，往往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，后世就错误的把他们贬低为蛮夷，那甚至丑化为《山海经》里的各种怪物。那紧接着呢，距今4000年左右呢，给予他们各种蔑称的人呢，也正从中原腹地还有黄土高原推进。那关于大禹伐三苗的故事呢，详细内容可以回看我的前几集。在大东夷眼里呢，这群西来的人呢，才是最危险的对手，而东夷人呢，骁勇善战，大禹部队呢是久攻不下。那于是呢，当大禹在伯益的协助下呢，打入了大东夷的内部。那天平呢，已经开始倾斜，良渚古国已经被海水和洪水吞噬，三苗古国呢，也是在战火之中摇摇欲坠。那海带的大汶口呢，也遭遇了严重的土地盐碱化。气候的巨变跟军事的推进似乎都站在了大禹部族这一边，他们试图重新组建方国联盟，给予三苗最后一击。那然而呢，传说中的巨人防风氏呢是公然抗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防风氏呢是大东夷文化圈的巨人首领，而山东海带地区的其他首领呢也是按兵不动。那这就好比你无法要求同一个联盟去剿灭自己的血亲一样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那在这2000年的交融里面呢，大东夷的认同感呢，早就已经深深的融入到了血脉当中。那尽管内部曾有过矛盾，尽管辉煌也已经不在，但在面对西来的敌人时呢，他们选择了沉默的抵抗。那所以呢，大禹征伐三苗所谓的大胜利呢，或许只是后世史官为了王朝合法性披上的一个华丽外衣。大禹其实没有真正的征服过这片海岸，三苗也没有真正的屈服，他们只是在距今4000年的那场毁灭性的全球气候崩溃中，与那座辉煌的大东夷文明一起，自然而然地凋亡在了历史的风沙之中。